今天呢，來測試一下 270K 的遊戲性能。搭配 Z890 Hero 呢，開 XMP 的時候，注意到 D2D 呢與 NGU 會幫你額外超到 3.2 吉赫茲。我們今天呢也同時開啟了 APU 與 IBOT 了，所以就算不說灰燼吧，至少這顆今天的 270K 也是打點雞血的。今天對比的 CPU 呢是墨頻的9700X，那 X3D 呢今天就不來了，因為肯定打不過嘛。內存方面的話呢，因為最近內存短缺，額外加入了一組單根的 24GB 的工況呢，進行一個對比，來看一下單根內存環境下兩顆 CPU 的性能下降幅度。首先 DNF 的話呢，9700X還是優勢明顯的，即便是已經換到了 D-11，DNF 依舊很吃緩存與單核性能。CS2 呢，9700X領先5%左右，不過單根內存的情況下呢，9700X領先的要更多。270K 呢玩 CS2 的話，雙通道內存還是剛需。R6 的話呢，270K 的表現是不錯的，性能呢是可以超過9700X，不過 low 帧的話呢，9700X呢會更好一些。COD 呢明顯對显卡的壓力更大一些，即便是 1080P 呢，其實啊大家的表現都是差不多的。這種時候呢，单雙內存對性能的影響就很小了。無畏契約呢還是 AMD 的舒適區，9700X的領先幅度非常明顯，而且即便使用單根內存也幾乎沒有損失。同樣的单根內存對比呢，性能也比 270K 強 24.92%。絕地求生的這個錄像呢是損壞了。其實帧數呢，大家都是差不多的。那吃鸡呢是很吃內存的。那換用單根內存之後呢，9700X比 270K 呢表現要好很多。緩存呢還是一定程度上分擔了內存的問題。界外狂潮呢走的是轻量化的電競路線。那這樣的話呢，9700X就很有優勢，性能呢可以小幅度的領先 270K。漫威爭鋒的話呢，相对來說壓力就大很多了。多核性能更強的會更能扛，並且發現換用單根內存之後呢，兩顆 U 的性能都有非常嚴重的下滑。270K 呢总体上來說呢表現會更好一些。毀滅戰士呢對硬件的優化是很到位的，這裡呢 270K 的平均幀呢會略高一些，但是 970X 的 low 幀呢會高出一截，可能啊還是大小核調度有問題。DOTA 2呢对數據交換的壓力太大了，970X呢換用單根內存的性能萎縮呢比較嚴重，反倒是 270K 呢似乎的受損呢是比較有限的。270K 呢它的平均幀呢是不如 970X， 不過它的 low 幀呢會更高一些。英雄聯盟呢 970X 是輕鬆拿捏了，領先 270K 呢 9.2%， 這個差距呢還是很明顯的。星際爭霸2呢可以很好的看出單核性能的差距。就纯的单核性能來說呢，270K 還是差太遠了，這是為什麼很多網游 270K 吃癟的真正原因。家園3呢作為一款 RTS 遊戲，Ultra 的表現呢非常拉垮，那這一代呢基本上也是沒有什麼改善，還是會被吊打。紀元1800呢 270K 大幅度的縮小了差距，尤其是 low 帧表現可以超過 970X。帝國時代4呢大家的平均帧性能是差不多的，270K 的 low 帧更好，綜合表現呢也好一些。另一款 RTS 遊戲銀河破裂者 970X 呢它略微有一些優勢。不過，如果同樣是使用單根內存的話呢，270K 它的下滑幅度呢明顯更嚴重，不如 970X。歐陸風雲4的模擬時間呢也是很考驗 CPU 的單核性能，這裡呢 970X 是依舊領先的，而且呢也能看出來內存單根的影響呢相對有限。文明6的模擬速度比拼呢 270K 的表現是非常優秀的，超過了 970X。不過如果要是換用單根內存的話，就不如 970X 了。微軟模擬飛行2024呢，它現在這個畫質是跟你的網速掛鈎的，所以說呢最穩妥的方式就是在機場進行一個對比。我們看到 970X 的表現呢是最好的，270K 啊它的單根內存的性能損失非常大。奇坎2呢英特爾還是更厲害一些，無論是平均帧還是 low 帧，270K 明顯要領先 970X。全面戰爭戰錘3呢作為英特爾贊助的遊戲，差距呢竟然沒有想象中那麼大，大家的表現呢都差不多，英特爾呢是略微好一些。戰爭雷霆的話呢 970X 就領先很多了，幅度有 19% 之多，270K 呢它差的就有一點大了。逆水寒的話呢 270K 還是要略微強一些，畢竟國產網游嘛，之前都是針對英特爾優化的，這也很正常。最終幻想14呢 270K 這次也算是一雪前恥了，性能是超過了 970X。那上代 CPU 呢連這個祖傳的優勢項目都拉了，實在是說不過去。戰錘 40K 星際戰士2呢是對電腦壓力極大的遊戲，970X的表現呢是略微超過了 270K， 總體上呢大家表現是差不多，不過 270K 在单根內存下的下滑程度呢会更明顯一些。怪物獵人荒野的壓力呢会更大，這裡呢 270K 會略微佔一些優勢。兩顆處理器在使用單根內存的時候呢，都會面臨嚴重的性能倒退。不過 970X 它的帧數呢會略高一些。絕區0的光映廣場 970X 的平均帧性能呢是略微領先一點點。270K 呢它的 low 帧性能是反超了一點點。極限競速地平線5呢顯卡的壓力很大，所以說呢大家的表現差不多。270K 啊它的帧數是略微高一些。F125呢 270K 的表現是不錯的，帧數呢也是領先了 970X 5.88%， 而且呢它的 low 帧表現也要更好，值得肯定。另一款遊戲《神力科莎競速》呢 970X 還是厲害，直接領先 15.35% 了。那這個差距呢肯定是非常大了，而且單根內存呢對 970X 的影響呢也比較小，甚至比 270K 的双根還要高。最後的話呢是漫威蜘蛛俠2，
這款遊戲呢，對 CPU 的壓力極高，也是单機非模擬遊戲裡为数不多的吃多核的游戏。那 270K 呢，凭借着核心數量的優勢，性能是大幅度的領先了 9700X。不過，如果大家都是使用1根內存的話呢，那 270K 就只能跟 9700X 半斤八兩了。好了，那我們總結一下，經過31款遊戲的測試呢，270K 的遊戲性能要被 9700X 呢領先 2% 左右。而且呢，這還是88瓦的默認 9700X，是 PK 一個已經開啟了 APU、IBOT、D2D 與 NGU 都超頻之後的 270K。所以說呢，這代處理器的遊戲性能呢，基本上也就這樣了，根本碰不了一點 X3D。那現在特別流行的單根玩法呢，9700X也要比 270K 強 11.6%。當然了，有一部分呢是因為頻率有差異導致的。不過英特爾單根內存呢沒有 AMD 的這個大緩存護航，所以說這個成績呢也在意料之中吧。不過尷尬的地方來了，那 270K 現在上車的話呢，那你下一代可能還是得換主板。那 AM5 呢則是可以苟到2027，低價位的 B650呢也能全解锁超頻功能。所以說如果你是純為打遊戲的話呢，沒有必要花大價錢去買 270K。那當然了， 270K 它的溢價主要是內容創作的性能。不過別人呢我確實是不知道，本頻道的觀眾我還是比較了解的，買前生產力，買後文檔表格 PPT 嘛。所以說如果你對 270K 這個處理器有自己獨特的看法呢，歡迎在評論區討論。那各位朋友，我們下期再見。